挺舒服啊，严总。你呀，真是一个人过不下去，赶紧找个姑娘，别三两句在我们家赖着不走啊！怎么呢？不欢迎我？你没看到你儿子画的全家福啊？就你那张脸，是随便勾描一下。我估计啊，孩子连你长什么样都给忘了。啊，你最近查的是小美人吧？哎，我就知道啊，这个女人真不一般。这半年，她想方设法的给我拉关系，也是不安好心。小美人对你有兴趣？我估计啊，是对我的背景和人脉关系有兴趣。她一直想要拉拢我合作，但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嫌麻烦，能躲则躲。说吧，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查出什么了？已经有线索表明，小美人的生产公司涉嫌贩毒，而且规模很大，但是我们查了很久都没有突破，仅此而已。啊？看你这遮遮掩掩的样子，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一般。说吧。最新缴获的那批毒品成分与浓度和5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。你好日子过够了，跟毒贩接触有多危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二子是因为这个案子而牺牲的，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破，你觉得我会甘心吗？我不管你甘不甘心，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。小美人他们做事非常谨慎，你不是也一直没有办法从他们内部获得情报吗？这么下去，他们的毒品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，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被害？你有想过吗？严姐，二子已经没了，我不能。二子他不能白死，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这一回我必须要上。相信我。只要咱哥俩联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严谨主动找你要求做这个卧底的。啊，程警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严谨早就不是缉毒警了？他早不问晚不问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问你办什么案子？而且你办的这个案子又跟6年前1020大案有关呢？我就知道，严谨没跟你说实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究竟是为什么。其实，在严谨主动找你当这个卧底之前，我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。喂，是严老板吗？说，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。严老板，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，挺难受吧？
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，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，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。在刘伟赶尽杀绝之后，我沉寂了半年。后来我到了水产公司当门卫，我的目的就是寻机复仇。可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发现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没法捣毁他们这整个集团的。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呀，竟然让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小美人跟严总你好啊，放心，就我一个人。是你？没想到吧，严总，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。我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？当年我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工人，当你和孙佳玉和邓坤持枪对峙的时候，我就躲在旁边的沟壑里，不小心目睹了全过程。严总恐怕没想到吧？啊？我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小美人贩毒集团了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你要说到做到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，你的秘密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你，我想知道，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能不能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啊？啊，吸毒的人我可见得多了，多半都丧失了意志，你可不能误了我的事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比你更着急除掉他们。要是这么想的话，这位缉毒英雄的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份，是吧，程警官？
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？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吗？喝的是咖啡吗？越喝越困啊！你这最近搜索分尸现场，每天只能睡3、4个小时，别说咖啡了，兴奋剂也不顶用啊。听你这意思，投诉我呢是吧？不敢不敢。分尸现场筛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东西和北边的郊区都已经找过了，所有有嫌疑的地方都已经至少搜索2遍以上，还是没有找到，就等南区的结果了。小陈，喂，有消息了？好吧，我跟赵队沟通一下。怎么了？警犬队这几天连轴转，今天早上又有2只警犬倒下了，想说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让他们休息一天？不能休息，要在6月份到来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。这都5月中旬了，这哪来得及啊？反正不能停。现在是雨季了，让兄弟们抓把劲，再坚持几天。等这案子结了，我请大伙儿吃火锅。这严谨跟季喜博的婚礼好像就定在6月初吧？这么着急不会？明白了。喂，赵队说了，案子破了，请大家伙吃饭。好，大家再辛苦啊，辛苦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不要惹你陈哥不高兴，懂不懂？还跟我聊什么火锅？你那个地儿料不行，懂不懂？也就是说，在这15分钟内，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，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，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。你们地下1层这个门，平时都是关着的吗？啊，这个门平时是锁着的，但是每周一为了方便运送垃圾才会打开。每周一？对，因为每周一是小区大扫除的时间。
全身的尸源被打翻，那就代表那个清洁工人有可能他就是严谨。咱们要不要现在立马就把他抓起来？不能着急，你再调点人手过去，尽快把分尸现场找到。我必须拿到最直接有力的证据，不能让严谨再从我手上跑了。好，我回去就立刻安排。 你睡个觉锁什么门啊？老程，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我没事儿，想一个人静会儿。那我去妈家接浩浩，晚饭后回来。哎，冰箱里我今天煮的排骨，你一会儿热热煮个面吃吧。知道了。 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？啊？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？你最近查的是小美人吧？这一次我必须要上。咱哥俩联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大家把手上的活先停一下，这是严谨从小学到现在所有的资料，每人一沓。 都给我查仔细了，听清楚了吧？梁成，发一下。查严谨不至于从小学开始查吧？真要想查一个人，就得先了解他这一生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行了，干活都速度点。 哎，行了，看啊，都是早上刚打上来的海鲜，还有上等的法国白葡萄酒，这好东西啊，必须得咱哥俩同谋享用，够意思吧？我早上给嫂子打了个电话，她说啊，今儿你休息，在家补觉呢，我二话没说我就杀过来了。我今儿啊，必须得给你补补身体。说吧，这螃蟹啊，是想吃清蒸的还是香辣的？ 这点头什么意思啊？顺蒙圈了吧你？来，喝口酒，清醒一下。开瓶器呢？别要这个了，这个有劲儿。行，难得大哥好兴致，开了。那我忙活菜了啊。 严姐，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你和孙佳玉之前是非常要好的兄弟，但后来因为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开始产生矛盾，对吗？这什么严谨？五月变成什么样了，知道吗？都是因为你。要是私人原因跟我没关系了。等等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啊？
你问他把我当兄弟吗？还是我以前兄弟吗？从来没想过跟你严大公子攀兄弟。行儿子，好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哥俩老死不相往来。好，但如果5月再因为你有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沈5月的死和孙佳玉有关系吗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请你如实回答。孙佳玉在做卧底前就跟沈5月分手了，但他并不接受，一度陷入消沉，染上了毒品，吸毒过量去世。其实啊，我这2天心情特别差。怎么了？哥们儿给媳妇儿给得罪了，正闹心呢。前天啊，小欧在家收拾东西，在书里头翻到了我跟沈5月在宁海拍的照片。你说照片怎么就夹在那本书里了？我真给忘了。你之前没跟他提过沈5月？他看到过咱们5个人的合影，在别墅的时候也问过我，我就说沈5月是二子的女朋友，不就是怕纪晓鸥瞎想吗？谁成想还有一张照片在家等着我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小欧问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换作是我也会问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特别不想回忆过去的事儿。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失忆，把之前所有的痛苦统统忘掉。这雨越下越大了。是啊，这一下雨啊，人就容易伤感。二子出事那天也是下这么大的雨。想二子，你不想他？我哪敢想？但我经常梦到他。都梦见什么了？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但大部分啊，都是咱们哥仨在一块儿的时候。我刚才也梦见二子了，他跟我说他不是被张国强打死的。嗨，一场梦而已，别想多了。改天啊，咱们俩去看看儿子。我也应该把要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他了。好啊，来，吃个螃蟹。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呀，是那个制毒人有什么消息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对这个制毒人这么上心啊？我好歹也参与过这个案子，人没抓着，案子就算没完。尽管我不在禁毒支队干了，但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。你跟小美人接触这么久，真的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制毒人？怎么了？根据小美人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充分相信这个制毒人就是6年前的漏网之鱼，他很有可能是从邓坤身上偷的配方。就是说他在二子的死亡现场曾经出现过，不排除他目睹了案发时的一切。他目睹了现场又怎么样？
杀害二子的凶手张国强不是已经伏法了？是。下一个好了，我给端过来。张国强，你打死孙佳玉之后，往哪个方向跑的？我当时是向东逃跑的。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你在打死孙佳玉之后，到底是往哪个方向逃跑的？西边，我方向感不太好，之前跟警方说错了，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是西边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把张国强生前的资料给我搜集一下。好好的调查他干嘛呀？叫你去你就去，明天给我回复啊。姐，喝点茶。好漂亮呀，是樱花吗？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，我加了一些进去，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，味道还不错。那就叫它4月的午后。小老婆，还是冒气。怎么喝这么多？小，干嘛呀？小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。你骗我什么了？其实沈五月，他是我的初恋。
餐厅里吃饭。张国强死前得了癌症。我去了张国强的村子，跟他之前的朋友聊了几句，说他生前四处借钱，为了看病，具体什么病不清楚。所以后来我去了医院调了他的病历，这才发现了问题。6月份查出来的癌症，他被捕是10月份。看来张国强是为了钱才被迫制毒的。应该没错。张国强现在家境怎么样？据村里人说，当年张国强杀害警察一事，给全村都蒙了羞。他死后，他老婆也没有跟村民有过多的来往。哦，对，他们有一个儿子，有轻微的智障，后来出了车祸就瘫痪在床上。我偷偷去他们家看了一下，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比较新的2层小楼，院子里晒了很多粮食，还种了不少果树。这点让我很奇怪。按理说家里死了男人，又有一个病孩子，日子应该过得比较难才是啊。这样，你去趟银行，把张国强跟他老婆的银行账户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大额存款的记录，啊，顺便把严谨跟严慎的也一起查了。你的意思是张国强是被……干活去吧。布置一个复古风的婚礼现场，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。没问题。婚礼当天只有我们双方的亲朋好友，人不会特别多。仪式完了之后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开派对，有音乐、美食和美酒。大致就这样。季小姐的想法非常的棒，还做了这么专业的 PPT， 真的是很用心。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婚礼现场的图片，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。好，就按照这样来设计。没问题。那季小姐，您对音乐方面有什么要求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一个4重奏乐队就够了，最好有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。好。还有，婚礼当天在宾客席位第1排给我留2个最好的位置，另外2个不能到现场的朋友。没问题。刚严善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跟设计师已经约好了，明儿上午10点在我们的工作室选婚纱。这么凶吗？那我明天在店里等你，咱们俩一起吃早饭吧。好。严胜他怎么样啊？我听他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有点感冒。那咱们俩去看看他。那个丫头工作起得6亲不认，估计咱们俩去了，她也没空理我。那你这个当哥的也不能不闻不问啊。再说还有这个小嗓子。就知道你们俩好。行，咱们去。哎呦，我给忘了，今天晚上有个预定，还是个生日派对，我得回去盯着。行，你忙你的，我去就好。那我改天再去看他。好。妍姐，睡着了。几点了？8点多了。您都感冒了，要不早点回家吧？我送你回去。我刚吃了感冒药，特别困，再躺会儿。看您这样，我还真的很不放心。没事，我躺会儿就回去了啊，你放心吧，赶紧回去吧。
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记得要按时吃药啊，别太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法不来啊！电话你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现在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哎，好啊，我正好想找警察呢。我想跟警察说说你干的龌龊的那些事儿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我没钱了，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？不够，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。这是敲诈，我完全可以告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告我，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，到时候我死的不止你一个，还有你那个杀人犯的哥哥。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告我，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，到时候我死的不止你一个，还有你那个杀人犯的哥哥。你这次想要多少？10万，不多，但是必须明天给我，要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。大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去，把人给我定下。
严谨一大早去银行取了现金，不知道要去干嘛。你务必盯紧了，把位置发给我。明白。你回去好好教育一下严谨啊，让他以后别这么任性。选婚纱本来就是新娘子的事儿，她去了也得靠边站，来不了就来不了吧。你就是嘴硬，心里不高兴还不说，再这么下去，严谨会被你惯坏的。你还以为所有人都像老冯一样，天天陪着你伺候你？这点我倒是挺知足的，在我眼里啊，是没有人能比得过老冯。哎，严谨没说他去哪儿啊？他就是说是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没多问。你说，严谨是不是偷偷准备婚礼，要给你个惊喜啊？哟，吓死我了！慢点。里面请。谢谢。季小姐，这些都是我们这2年的原创作品，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款式我们也都有呢。罗小姐的设计作品啊，可是拿过国际大奖的。过奖了。那季小姐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？看上去都好好看呀。我们严太太啊，就是个女汉子，平时哪懂什么婚纱呀？还是您帮她介绍吧。让小欧自己看吧。这件你们觉得适合吗？合不合适，试试才知道。你好，这边请。那边有专门为孕妇准备的婚纱，6个月以内都可以穿。方小姐可以试一下。不用了，我想等到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办婚礼。到时候我再来选吧。严总特意嘱咐过我，让您今天一定选一件，你就别客气了。那就试试吧。那我就试试这件。花花姐，你的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们推出的最新款。温先生，先喝杯水。谢谢啊。喂，哎，严谨。哎，老冯，怎么样了？小欧正在试婚纱。你看你今天没来啊，他情绪可不太高啊。没事儿，回头我向他赔罪。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办点事儿。成，那你先忙。嗯，好嘞。会不会太紧了呀？
刚刚好。这款婚纱特别挑身材，也只有像季小姐这么好的身材才能穿上。冯大哥，你觉得呢？好看。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。你可以再多试几套，拍些照片回去，让严总看了再定。好。太美了，完全看不出来你怀孕了。这裙子还能穿得上，说明我这个控制体重还可以啊。太可以，太美了。老冯，你好福气啊。挺好的，这样，等生完孩子，这可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。喜欢就定了，反正是严老板出钱，不要白不要，让他今天放我鸽子，咱们给他放血。咱们俩以前多想一起穿婚纱，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。老冯说的对，等我孩子生完了以后。那我能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，到时候肯定比你漂亮多了。哎，穿都穿上了，好歹拍张照吧。冯大哥，给我们拍张照吧。哦，好。好，再来一张啊！哎，看这儿。小奥，我穿这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我先去换自己的衣服了，你慢点啊。王大哥，把照片传给我啊。啊，好。人呢？人刚刚进去。走。先生您好，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一位女士。多给了2袋。我听说，你儿子腿脚不方便，多出来的钱给他买一个电动轮椅。多谢。以后你缺钱了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手里头那个录音能不能卖给我？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？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？你开个价，多少都行。那个录音啊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我还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。咱欠下来的债，一辈子也还不起。多谢。头儿，还跟吗？不用了，我想要的答案都已经有了。
拜拜。哎，小欧，我看这都到饭点了，要不一块吃个饭吧？你们去吃吧，我店里还有一堆事儿呢。哦，你之前不是说店里下水堵了吗？要不我先去给你看看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让工人师傅通过了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你呀也累了，应该休息了。那行，有事打电话。嗯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拜。小姚今天的婚纱秀是不是特别漂亮？你也不错呀。那我们俩谁更漂亮？你俩气质不一样，各有各的漂亮。少来了，人家是9头身，我一个大肚婆，怎么比？这可不像未来辣妈说的话。你跟小欧认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追她呀？你看你这问题问，小欧在我心里，她就是一个妹妹。那我也是你妹妹啊，寨宇还是小欧的弟弟呢，我也暗恋他吗？一会儿想吃什么？随便。好，黄发祥的审讯笔录整理好了。信息都核实了吗？核实过了。严谨和孙佳玉的中枪枪术与老黄所说吻合，那只布鞋遗留的位置也是对的。老黄描述的现场环境与现场勘查记录里写的十分相似，他应该在现场出现过。就没有一点问题？没有。那怎么查这么久？前天我去档案室的时候，档案被赵廷辉借走了，我昨天才拿到资料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是你嫂子让我带给你，说什么 VC 王，喝了以后不感冒。替我谢谢他。该下班了吧？哥请你吃饭，走。我不去，好多事儿要忙的。这个工作呀，永远都忙不完。但是饭得按时吃。难得我今天不用陪你嫂子，走，吃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我真不去啊！你赶紧走。走吧。干嘛呀？我真不去。走了。我不去。哎，拿包。小绿豆，这儿怎么会有啊？带你来这儿，
就是因为这里有卖你爱吃的老冰棍。那你直接买给我吃不就行了吗？害我累个半死。这不想着带你多练一练吗？行，让你费心了啊。前段日子你帮我打官司太辛苦了，我早就想带你出来放松一下了，不是一直没有时间吗？我说啊，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小，想娶你的男人可就排大长队了。我记得小时候你挺爱笑的。女人做律师做久了，心肠也会变硬的。真不是，你呀，心肠一直都挺硬的。哪有？你把咱爸最心爱的老古董给摔碎了，硬是嫁祸给我，害我挨了一顿打。还有你初2那一年，我发现你跟老程偷偷牵手，我把你教育了，你趁机报复我，趁我趴桌上睡觉的时候往我耳朵眼里倒水，害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游泳。还有你高中那一次，你看不惯人家小混混欺负人，非得拉着我跟人家干仗，我为了不给你丢面，以一敌十，我头上缝了5针。你可太记仇了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欺负我你这么开心啊？开心。可惜你现在有主了，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谁说的？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，我也是你哥，你想怎么欺负你就欺负，谁让我欠你？什么欠不欠的？咱俩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咱们一家整整齐齐的，就够了。哎，给我尝你的小馄饨。这也好吃。去，我买一根去。没了，最后2根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，行，那我再去看看。哎呀，有可能能买到吗？我把6年前的庭审记录重新看了一遍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张国强的布鞋当时是遗落在了严谨西边大概30-40米的位置，但是他第一次向警方交代的时候，可明明说的是自己往东边逃跑的，但是在法庭上，这小子又给翻供了，说自己是往西边跑的。一个天天在田里干活的农民，他怎么可能把方向搞错了呢？让张国强能把方向说错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犯罪现场。可是那只布鞋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那一定是另有隐情的，但一定不是孙家玉遇害案的重点。
接下来我想说什么，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？你们作为兄弟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严谨、申无月和孙家玉之间的感情纠葛。申无月离世1个月，孙家玉就遇害了。凭你对严谨的了解，他会在围剿当天，因为感情纠葛开枪射杀孙家玉吗？其实你们三兄弟之间的感情挺让人羡慕的，可惜啊，6年前就给走散了。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我相信这个案子，在程副支队长手里，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呀？没有。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啊，你就别来店里了，回去好好休养。是有点累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先给你叫车。不用，你忙吧。慢点啊。刚巧路过，想起你的手冲咖啡了，就过来了。想喝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，顺便再做4杯拿铁，我外带。稍等。你好，帮我结下账，1杯椰加雪菲，还有4杯拿铁外带。店里最近生意好像不错呀。马马虎虎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个店开了有5年了吧？这时间真是似水流年啊。人和味道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好喝。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很顺利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别为难我行吗？你知道，我们是有保密原则的，不能跟你说什么。好。小欧，难道我们2个除了案子就没别的能聊了？我的婚礼定在6月6号。你的外带好了，趁热喝吧，别凉了。
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，但是等我不忙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来的。忙着呢。啊，还好吧？有事儿吗？有件好事想跟你分享，出来喝杯咖啡啊？我现在出不去啊。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，必须当面跟你说啊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来我办公室喝杯速溶的呗。一会儿见。进。嘿，抓紧时间啊！好久没见呀，周斌。看来我们这儿的速溶咖啡很不受待见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必须要来一个精致的下午茶。哎，只可惜你这办公环境太差了点儿，凑合喝吧。请吧，程副支队长，你最爱的提拉米苏。谢谢。果然心情好，看什么都顺眼啊！一口咖啡下去，你这乱糟糟的办公室看着也舒服多了。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？我的收养申请通过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到福利院去接孩子了。我要当妈妈了。这么快就通过了？我就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。年满30岁，无儿无女，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无不良记录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领养。我准备把手头的工作暂时都放一放，专心做个好妈妈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瞧你那张苦瓜脸，是不是这2天又犯什么错误，被你们家周老师教育了？打算什么时候跟家里人说啊？这种事儿只能先斩后奏。我准备直接把孩子带回家。哎，你说像我这种性格，应该养个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啊？我得给孩子好好起个名字。你认识那种起名特好的大师吗？回头让你们家周爽帮我想想啊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们队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周斌也冷冰冰的。没有，就是最近大家都太累了。你最新一期的节目我看了，现在有很多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。你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可千万别冒这个险，要对自己负责，更要对孩子负责。
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这么干的。那什么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正好有个案子要跟底下人交代一下。你先坐。就按这个计划来，让大家注意安全。好嘞，程队。你怎么走了？我还想请你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呢。律所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改天吧。哦，行，那你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要怎么说啊？这家里面还得有一个女人，这一收拾就有一个家样了啊。嗯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在这里应该摆个大点的绿植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开心。来，坐着歇会儿。我呀，去给你切点水果啊。巧了。呀，那草莓呀，尝尝，甜不甜？好甜哦。我来个芒果。你吃芒果过敏，还是吃火龙果吧？啊。迎着和煦的春风，迈开轻快的脚步，亲爱的少先队员们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植树。让我从眼睛的光中笑里，看着金色的红叶。呵。老方，咱们领证去吧，明天。领证？好啊。哎呀，可是领证这是个大事啊，咱是不是得看看日子呀？没事，我不迷信，就明天吧。明天不行啊，
明天一早上我去码头接货，然后回到店里，我得安排工作，那结束怎么得下午了？再说了，这领证是大事儿，咱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？哎，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吧，泡泡脚，啊，站了一天了。狂奔去的岛，思